我就发现我自己怀孕了。怀孕本来是一件挺高兴的事儿，而且这是我们两个的第一个孩子。结果他却对我说不想要这个孩子，非要让我把孩子打掉。不是我不想要这个孩子，那当时那个状况他也不准许咱俩要孩子。再一个，你第一次去我家，我爸妈对你印象就不是很好，所以说。那你不想要这个孩子，你为什么还要让我怀孕呢？那也是一个意外呀，你不是自愿的吗？那都是我的错吗？也不都是我的错呀，是两个人的问题，不是说我个人这个事儿就是我能完成的任务。所以女生有的时候，所以说啊，女生有的时候也得自重啊。你不自重的时候，别人也不会尊重你。后来呢？之后他妈妈生病了。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第一时间我就给他拿了3000块钱，让他赶紧去回家给他妈治病。他回到家之后呢，我就给他打电话，他也不接；给他发信息，他也不回。我在照顾我妈，我当时心情很烦，我不想接任何人的电话，所以说我就没接这个电话。姑娘，后来你做了什么了？她不接电话。我一气之下，我就自己坐火车去找他。下了火车之后，我就给他打电话，结果他还是不接，我就打了一辆车。走了好长时间，凭着我自己的记忆，走了好远，我终于找到了他们家。结果我一进门，他和他爸就对我大吼大叫的。为什么呀？你想想那个时候，我妈住着院，我和我爸根本就是心情都不好。但是你来了，你不等于是给我们家添乱一样吗？我是你的女朋友，难道我不应该来看你妈妈吗？本来我妈生病，然后你再把这个你怀孕的事儿告诉她，你不等于让她病更加严重吗？是带着身孕去的是吗？对，因为这个时候我发现又怀孕了。然后呢，我给他打电话呢，他不接；给他发信息，他也不理我。我没有办法，我才去找他的。这次怀孕你有什么要说吗？这次怀孕，反正我要说的也是，也怪他，尽量把这个孩子做掉。因为现在这个经济状况啊，还有生活压力，再一个我妈现在生着病也需要用钱，我俩也没有结婚，所以说我不想要这个孩子。后来找了一家私立医院把孩子流掉了。说到这里我就更伤心了，因为之前我已经做过1次流产了，这个是第2次，所以我当时就要求他想去一家好一点的医院。结果呢，他嫌好医院呢花钱多，就领我去了一家私人的医院去做。结果做完之后呢，现在呢身体就挺不好的。私立的医院不是一样做吗？那还能省点费用。那如果要是去一个好医院，我想不会是今天这样的结果。哎呀，反正都已经做了，木已成舟了，那也没办法了。当时反正也是想节约一点。现在你们俩的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？还在谈恋爱吗？还在。但是从那次之后呢，他现在对我就非常的冷淡。苦了我。你跟我说你怎么苦了？就是他喜欢把事情主观就强加于我身上。他说我剥夺他自由，他所有时间除了上班就是来照顾我。但是我没有勉强他，是他自愿的。还想跟他好吗？我犹豫。现在我说实在的，相处这段时间是有感情，但是经历过这一桩一桩的事儿以后，我父母也不同意，我夹在中间，我特别为难。你说你父母不同意，说下原因，为什么不同意？就是因为他第一次去我家，给我父母留下的印象就不好。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？他做了什么？就是因为这个保暖内衣的钱他不拿着。就因为这个事儿，没有别的是吗？是。你确定没有别的是吗？他也不会来事，就是见到我父母的话，就是简单的寒暄的，就问了一句好，叫了一句叔叔阿姨，其他的什么别的端水啊什么的都没做，这些事儿都没有。所以说我就感觉我夹在他和我父母之间，我很为难。所以这段感情，我想就是在观察观察。当时谁追的谁啊？他追的我。我们2个是在聊微信的时候认识的，聊得挺好的，挺投机的。我感觉他这个人也不错，然后就开始交往。我现在已经付出了那么多，要是不跟他在一起了，我还有点舍不得这个感情。但是他一次又一次的伤害我，我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。她2次怀孕的事情，你父母知道吗？知道。第2次的话，直接去我家，把这个事儿跟我爸说了。那次是我爸拿了1000块钱，然后让我俩去外地做手术。你父亲不想？主持人，你想连我都接受不了，我父母更接受不了他。你接受不了他能有孩子？这就是一个意外。其实有很多话真的是很刺耳。我记得男生上场说第1个孩子的时候，他说这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任务。说到第2个孩子的时候，赵传又问他，你怎么又有了第2个孩子呢？他说做掉嘛，找一家私人的医院便宜一点把它做掉。
如果说人的目光可以杀死人，你已经死了不知道有多少遍了。在场所有人都恨不得用目光杀你。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。我一直弄不明白，我说这女生到底做了什么，让你父母这么讨厌她，让你这么伤害她？她到底做了什么呢？后来你给了我一个荒唐的理由，说她不会来事儿，也就是不会送东西，不会嘴甜一点，不聪明，这就是你们嫌弃她的理由。我不知道你那个父母是什么样的父母，我不知道你父母有没有教你最基本的做人道理。同时我也想不明白，他有哪一点让你这样执着的对待？我们不都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吗？为什么你们俩就会发生这么让我们难以匪夷所思的事儿？后来我想通了，为什么你们俩会这样？因为你把犯贱当成了付出，他把你的付出当成了犯贱。我这个贱，我真的不是骂你，而真的是一种旁人也好，兄长也好的那种心疼。你也是个人，你长得也不错，也不欠他们家的，你为什么要一次次的把自己的尊严踩在脚底下，那样去仰望他呢？他有哪一点值得你这样做？你的父母如果看了之后，一定跟我们一样的痛彻心扉。为什么，姑娘？为什么？还有你好冷血。我也委屈。你还委屈？我告诉你，你之所以这样对待他，你就是把他的付出当成了一种犯贱。你看，我都这样对他了，他还愿意这样吗？这不就是犯贱吗？那他愿意犯贱，那我能怎么样呢？虽然这个姑娘不懂事儿，她持续的这样没有尊严的哄着你们家，讨好你们家，但是她是个人，她也是个平常的女孩子，她也是她父母含辛茹苦养大，跟你是一样的。她凭什么要受到你们家这样的羞辱？你说你还诉苦，你得了便宜你还卖乖，你拿了人家的钱，占了别人的人，回头还来羞辱别人，还眨巴眼睛，吊儿郎当的在这儿说我要诉苦，你好意思啊？你说母亲不喜欢你不会来事，顶多说这姑娘嘴不甜，我不喜欢她，你何至于要这样去伤害她？人家怀着孕，从那么远跑过来看看母亲，居然把人家堵在门外，轰人家走。不是老师，我感觉这个问题，当时我父母就看不好他这一点，为什么他要在我俩未结婚之前就要跟我发生关系呢？就没看好他这一点。他给你下了药吗？那倒没有，毕竟我是男人，我肯定经不住诱惑呀，或者其他的。我觉得我很委屈他。别说了，兄弟，我不说了啊，我们不说了。我们觉得基本上现在你用人性的语言跟他是没法交流的。我也委屈，我也不想的，我是个男人嘛，是吧？他要诱惑我，他要勾引我，我有什么办法？真的很无耻啊！留了2个孩子，说他勾引了我，你说有这样的人吗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再说下去，我肯定少活10年。我不说了，我最后说一句，不针对于你们2人来说，针对于在婚恋过程当中那些总是把付出当犯贱，把犯贱当付出的人来说，不要觉得别人爱你能够成为你任性和欺负别人的资本，也不要把自己爱别人当成是委屈自己、不顾自己自尊的理由。爱情需要平等。